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你演播的惊悚故事。成为动物饲养员后，我意外获得了倾听动物心声的能力。起初，这个技能让我在园区如鱼得水，却没想到成为噩梦的开端。一只诡异的黑熊对我说：“今晚我会把你吞进肚子里。”我以为它不过是风言风语，直到深夜，大雨倾盆，它真的出现在我的门口，用智慧和暴力撕裂我的防线。而当它的目标不仅是我，甚至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时，猎人与猎物的生存游戏彻底变成了地狱之夜。你准备好听完这个故事了吗？成为动物饲养员之后，我突然可以听见动物的心声。这天，我清扫黑熊园区时，有只黑熊死死地盯着我说：“饲养员真可爱，好想吃掉。”决定了，今晚就去把它撕碎吞到肚子里。我笑了笑，没当回事，毕竟黑熊怎么可能逃得出动物园，还能在我下班离开后，在人海茫茫的城市中找到我呢？可这天半夜，黑熊真的来敲我的门了。饲养员真可爱，好想吃掉。起初听到黑熊这么说，我还觉得有趣。当了这个动物园的饲养员后，我发现自己忽然可以听见动物的心声。这个技能让我在动物园里混得如鱼得水。我可以准确地察觉出动物的需求，然后给它们投喂、清洁，照顾得它们无微不至。连续2年，我都被评为最佳饲养员。不过大多数动物除了想吃、想玩、想喝水，并不会说太复杂的话。直到我听到黑熊这么说，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动物对饲养员表达复杂的感情。我以为是这只黑熊是喜欢我，心里还有点小骄傲。可他接下来说出的话，让我瞬间冷汗直冒。他竟然朝我看了，怎么办？他真的太可爱了，我一天都受不了了。我忍不住现在就吃掉它，就这么决定了。今天晚上就行动，我一定要把它吞到肚子里才行。行动？怎么行动？它莫非能逃出动物园吗？可是怎么可能呢？可这只黑熊的接下来的动作，却让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它见我一直定定地盯着它，竟然对着我诡异地咧嘴一笑。这个笑脸，让站在烈日下的我，不住地冷汗直冒，因为它笑起来，真的太像人了。它和别的熊不太一样，别的熊都在那站直身子，使劲地给游客卖萌招手要吃的，就它在假山边上一动不动。它的那双眼睛也明显和别的熊不一样，它咕噜噜地转着，就像是开了灵智一样。要不是它身处黑熊园，它站在那咧嘴笑的样子，就像是一个穿着皮草的人在那里。这样的联想让我忍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强装着没事，拿起我的清洁工具就冲出了黑熊园，然后找到了园长，向他报告黑熊园可能会有黑熊出逃的安全隐患。什么？黑熊园有黑熊出逃的安全隐患？园长听到我的汇报，哈哈大笑。哈哈，不可能，我们每个月都会进行安全检查。前天我们才在各大园区检查过黑熊园、老虎园都非常安全。园区的安办主任也被我的话逗乐了。小林啊，你是不是被那帮熊瞎子吓住了？其实他们蠢得很，每天就会喂一口吃的，在那对游客招手卖萌。那帮蠢货怎么会有那个智慧，从全是铁丝网的黑熊园跑出来呢？听到他们这么说，我的心稍微安定了一点。但是想到那只黑熊那个像极了人的笑脸，还有它的心声，我还是忍不住提出疑虑。你们说熊会爬树，它们会不会爬铁网？要是晚上没人监管的时候，它们偷偷从铁网爬出来。园长被我的话逗得笑得更大声了。哈哈，小林，你以为我们没想到这点吗？我们那铁网一到晚上可是会连电的，那玩意的威力可不小。他们别说怕，连靠近都不敢。你就放100个心吧。我们动物园从开园到现在，还没有大型动物逃出的先例呢。原来是电网，那应该挺安全的。可能那只熊就是那么一说，我从刚刚开始就狂跳不止的心，终于平静了下来。不过我到底还是被吓到了，后面的班再也上不下去，跟园长请了个假，准备回家休息去了。回到家，我忍不住跟闺蜜吐槽，除了我能听到心声的那一段，把其他的都告诉了她。
你说你感觉黑熊笑起来像人，还可能跑出来吃你。念念，你是不是在动物园上班上傻了？这怎么可能？你想想，那黑熊就算能跑出来，它也找不到你啊。这个城市这么大，它怎么知道你住在哪里？闺蜜的话极大的安慰了我。是啊，那只熊就算是能跑出来，可城市这么大，人这么多，它也找不到我。想到这，我也不怕了。今天实在是太累了，心理防线一松，疲惫瞬间缠上了我。屋外突然打起了雷，又下起了暴雨，又跟闺蜜吐槽了2句，就把手机放到一边，躺在床上沉沉地睡着了。直到我被一阵尖锐的手机铃声叫醒，我才发现伴着一股强烈的腥骚味，我的大门正被人哐哐哐地敲响。我一个人住，晚上一般不会给陌生人开门，更别说这样的天气，怕外面的人听见里面的动静。我忙接起了手机，园长的声音很快从里面传了出来。小莲，你说的是对的，黑熊园真的有安全漏洞，南面的铁丝网不知道被谁扯了个大口子，不过现在还是不能确定有没有熊逃出去。小王正在清点树木，但是雨太大了，他数了3遍还是没有数清楚了。园长的声音伴随着门口哐哐哐的巨大敲门声，让我的牙齿止不住咯咯发抖。我想告诉园长，不用清点了，真的有黑熊跑出来了，而且就在我的门外。因为我听到了门口传来了熟悉的心声，饲养员怎么还不开门？我看到他的地址就在这，我找的地方没错啊，他怎么还不出来？好饿，好饿，好想吃人啊！这只黑熊不对劲，他怎么能看得懂我的地址？可我实在没时间思考太多。单薄的门被黑熊拍得哐哐作响，似乎是下一秒就能被他拆下来。破门而入，我强撑着镇定，小声地告诉园长，黑熊就在我门口，快带上工具来抓它啊！什么？他怎么会跑去你那？把地址给我，我们尽快赶过来。不过外面的雨太大了，赶过来可能得要一些时间，你保护好自己啊！我看着摇晃的门，忍住心悸，回了一句好，挂了电话。我又报了警，警察的回答和园长差不多，他们会尽快赶过来，但是外面的暴雨实在太大了，有的地方还被淹了，他们过来至少要半个小时，还得半个小时，2亿爬上几倍。可这只黑熊是不会给我这么多时间的。眼看着门摇晃的幅度越来越大，我正手足无措的时候，园区安办主任给我打过来了一个电话。小林，园长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我今晚正好在你附近吃饭，就先赶过来了。现在我已经到你楼下了，马上就能上来，你先躲好。我激动的差点哭了出来。谢谢刘主任赶过来，不过你带武器了吗？它很危险。带好了，我的后备箱里刚好放了一支麻醉枪，你不用担心我。记住，等会儿我和熊搏斗，你千万别开门。好。听到他带的有武器，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安办主任以前当过兵，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对付熊他肯定有办法。叮咚，很快电梯到楼层的声音就响了起来，接着我听到一阵熊的嘶吼声和人搏斗的声音，我的心不由得又悬了起来。我想出去帮忙，又想着安办主任的那句嘱咐，怕出去给他添麻烦，只能站在门口不敢轻举妄动。我紧紧地贴着猫眼朝外看，可猫眼能看到的范围实在有限，除了2团影子，我什么都看不清楚。不知道过了多久，打斗声终于停了下来。就在我的心被高高提起的时候，门又被人砰砰砰地敲响了。是刘主任吗？我小声地问了一句，没人回话。我又小心凑到猫眼前面朝外看去，这次我看清楚了，门外站着的是刘主任，他紧紧地贴在门上，右手不停地敲着门。应该是刚刚的打斗太费力气了，他整个人显得特别无精打采，眼睛也很无神，和一张惨白的脸配在一起，猛地一看还有点吓人。不过谁和一只那么强壮的黑熊搏斗后还能有个好脸色呢？砰砰砰，敲门声越来越急，我开门的动作不由得更快了几分。刘主任，你等等，我马上把门打开。好，快点来开门吧。饲养员，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撕碎你的肚子了。
熟悉的声音从刘主任身上传了出来。我拧着门锁的手猛地停了下来。那只熊，它还活着。可是屋外敲门的不是刘主任吗？一瞬间，各种惊悚的念头涌上我的心头，让我的头发丝都吓得竖立了起来。我鼓足勇气，再次趴上猫眼朝外看去，就看到刘主任还在重复着敲门的动作，只是在他身后，这一次我看到一个黑色的巨影站在那里。我这才注意到，敲门的根本不是什么刘主任，刘主任早就死了，他的手整只右手被咬断，白色的断骨暴露在空气中，连着新鲜的血肉，无比恐怖。砰砰砰的敲门声是一只长着黑毛的肥厚熊掌拿着他的那只右手发出来的，而刘主任能站在我门口，是这只熊用另一只熊掌抓着他的肩膀，勉强维持他站着的姿势。这只熊聪明的让人发指，他竟然知道用尸体骗我开门。我的手触电般的从门锁上离开，然后下一秒跟疯了一样把刚刚趁他们打斗搬过来抵在门口的东西再次搬回来抵在门口。听到里面的动静，那只熊意识到了不对，敲门的声音更大了。看来我没选错人，饲养员真的好聪明，他竟然发现我了。现在我更想吃掉他了。沉重的电视柜和鞋柜抵在门口，让单薄的门终于变得没那么摇摇欲坠了。黑熊砸了几下门，没有砸开后，他突然安静了下来，就像是累了一样。诡异的安静之后，我放心不下，又凑到猫眼前面去看，就看到了让我惊悚至极的一幕。那只黑熊一口咬断了刘主任的脖子，下一秒刘主任的头就跟皮球一样被他咬了下来，接着整张脸就被他啃得面目全非，黑色的眼珠被他咬得嘎巴作响。我猛地撤离猫眼，捂住嘴，呜咽大哭。刘主任，对不起，是我害了你，对不起。大滴大滴的眼泪从眼眶中滑落，心中升起强烈的负罪感。我的门外有只熊正在吃，前来救我的同事，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撕心裂肺地哭着，直到手机再次响起，是闺蜜周周发来的语音：念念，知道你胆子小，这回又打雷又下雨的，你们小区又没几个人住，所以我特意过来陪你了，感动不感动啊？现在我马上开车到你楼下，等会记得给我开门哦。周周竟然要过来，不可以，绝对不能来。可是好像已经迟了，我住的房子是3楼，楼下就有停车位。在收到他语音的瞬间，我就听到楼下有汽车开过来的声音。我冲到阳台一看，在重重雨幕中就看到了闺蜜的车，我忙给她打去电话。可周周有个习惯，她一般快见到我的时候就不会再接我的电话，美其名曰给我省2毛钱电话费。果然电话响了没2秒，那边就给我挂断了。我真的恨死她这个节省的习惯了。我又给她打去电话，那边还是给我挂断了。眼见周周的车已经停好，我忙拿起手机给她发去语音：周周，我这里有熊，你千万不要上来。周周赶紧开车离开。周周接电话，3条信息发过去，和刚刚的电话一样石沉大海。我的心不断下沉，顾不上，那只熊还在门外。我站在阳台不朝着楼下大喊：周周，快走啊，我这里有熊，你千万不能上来。可是屋外雨声实在太大，我的声音根本传不出去。就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候，周周的电话打了过来。哈哈哈，念念，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恶作剧？你竟然说你那有熊？什么熊？功夫熊猫吗？等我一起上来跟你一起看呀。不是的，是黑熊。你还记得我那会儿跟你说的话吗？动物园的黑熊真的跑出来了，它来吃我了，而且它现在就在我的门口吃人。说到这，我的声音止不住的哽咽。我们动物园的安办刘主任本来是来救我的，可现在他却被吃掉了。你听到这嘎巴嘎巴的声音，就是黑熊正在门外嚼刘主任的骨头。我把手机靠近门口，在静谧的空间里，嘎巴嘎巴嚼碎骨头的声音无比明显，而电话那边也陷入了沉默。就在我以为周周应该会相信我的时候，突然那边又传来爆笑声：哈哈哈，念念，你可真是要乐死我了，你在哪找的配音啊？嘎巴嘎巴的，还真像嚼骨头的声音。行了，知道你在跟我开玩笑。好了，
我承认我刚刚真的被你吓到了，好不好？我现在马上上来，给我开门呀！不要！嘟嘟嘟，电话被周周再次挂断。他认定了我是在骗他恶作剧，而他现在马上就要上来了，怎么办？他绝不能上来，我不能让他和刘主任一样因为我被熊害死。我疯狂地想着对策，然后猛然记起卧室里有把穿透力很强的手电筒，我忙冲到卧室把手电筒找了出来。刚回到阳台，我就看到闺蜜的打着一把大伞从车里走了出来，眼看闺蜜就要进我的单元门，我把手电筒对着她眼睛使劲地晃，终于她抬头看我了。我对着她疯狂地摆手，周周，真的有熊，你不能来。你说什么？雨声太大，我的话周周听不清楚。我指着手机让她听语音。周周，你应该知道的，我从不喜欢说谎，也不会恶作剧，真的有熊，快上车离开这里，快！周周狐疑地拿起手机，然后点开了语音，接着我听到他回过来的语音，好吧，你这个样子真的有点吓到我了，那我就暂且相信你一次吧，不过念念，你要是被我知道是在骗我，我一辈子都不会理你的，哼。然后他对着我的方向挥了挥手，我的心刚松懈了1秒，就听到门外那只熊的心声，饲养员的朋友不来了吗？美味的人肉可不能放他走了。一瞬间，凉意紧紧地包裹住我。这只熊聪明得让人发指，它竟然听得懂我们所有的对话，而且知道周周要走了。门外嘎巴嘎巴咀嚼的声音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下来。意识到什么，我忙趴到猫眼跟前去看，就发现我的门外早就没了黑熊的身影。周周，他去找周周了。我一边狂打周周的电话，一边赶到阳台，朝着楼下正往车上走的周周叫，急大喊：周周快跑，熊来了！可这次和以前每一次一样，周周还是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不过电话接通了。念念，怎么了？周周快上车，赶紧跑，熊来了！周周被我的语气吓到，不敢怠慢，忙往车的方向跑去。看到他上了车，开了车灯，我的一颗心才慢慢放了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可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了不对，周周怎么还不发动车子？他为什么还不走？我对着手机试探地喊了一声：周周，周周，你还在吗？你怎么还不走？电话对面传来一道哭腔：念念，我可能走不了了。黑熊，黑熊在我的车里，不要，救命！好，周周，在车灯的照耀下，我看到周周的车剧烈地摇动着，周周单薄的身子在主驾驶上不停地晃动，是黑熊在吃它。不可以，米周不能被我害死！我对着雨幕大喊：黑熊，该死的黑熊，来吃我，不要吃我的姐妹！我以为黑熊不会听到我的声音，结果周周的车忽然停止了晃动，接着那只黑熊从车上下来了。它在瓢泼大雨中站起身，亮出白花花的牙，对着我咧嘴一笑。我觉得它这副样子甚至比白天更像人了。我顾不上害怕，拼命地大喊：黑熊，来吃我！我现在就打开门，来啊，快来啊！可这只黑熊聪明得可怕，它对我笑了一会儿，就把周周从车里拖了出来，然后引入了黑暗。不，周周，周周！我再也顾不上害怕，从厨房拿了把菜刀，就要冲出门去找周周。叮咚，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我瞟了一眼，竟然是周周的语音：念念，他正在吃我的腿，好痛，好痛，好痛啊！我的肠子被他扯出来了，流了一地。我好后悔，为什么刚刚不听你的话？我还以为你这个小骗子是在骗我呢。念念，我要死了，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啊！我死死地抱住自己的头，豆大的眼泪夺眶而出。周周，周周，是我害死了你，我是个罪人，我是罪人啊！我打开门，不管不顾地冲了出去。我真的不能没有周周，我们都是一个孤儿院里的孤儿，从小就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我们早成了彼此的家人。我要杀了这只熊，我要和它拼命。可楼下太黑，我刚出门就差点撞上了一辆车。干什么？警车你也敢碰瓷啊？嘿，
你还拿着菜刀，这黑灯瞎火的，你要干什么？把刀放下，是警察，他们终于来了。手中的菜刀落在地上，我抓住他们不住的求救，救命！有黑熊，他吃了我们动物园的刘主任，还抓走了我的闺蜜，求求你们，帮我找找周周，他刚刚还在跟我说话，他还有救，求求你们快去救救他。好，不要着急女士，我们这就去救援，你安全了，不要害怕。警察在我的门口找到了刘主任的部分惨不忍睹的尸体，他们意识到了熊的残暴，出动了几十只警犬去搜索熊和闺蜜，可暴雨实在太大了，雨水冲刷了黑熊的踪迹，直到天亮还是没有找到他们，心中的希望一点一点被浇灭。我反复听着手机里的那几条语音，知道周周回不来了，他和刘主任一样也被熊吃掉了。我再也坚持不住，晕倒在了警局。再次醒来是在医院墙上挂着的电视正在播放昨晚黑熊出逃的新闻，上面说黑熊昨晚造成了一死一伤，不过他已经被抓到了，而且动物园马上就给这只伤人的动物实行安乐死，真好，就算他再邪门也不能再出来害人了。可是一死一伤这是什么意思？莫非周周没死？我怀着巨大的疑惑给园长打去了一个电话，园长很快就接通了我的电话。小林，昨晚真是吓到你了，等我忙完就来看你。谁能想到这只黑熊真的跑出去了，还吃了老刘。不过我已经给你们报仇了，我刚刚亲手安乐死了这该死的黑熊，它再也不能害人了。黑熊真的死了，想到这我忍不住哭了出来，心软的园长也陪着我哭出了声。等我收拾好情绪，我才问他知不知道我闺蜜的事情。园长摇摇头，具体不是很清楚，不过他应该没有大碍。听警察说黑熊只吃了老刘一个人，心中又升起一抹侥幸，莫非周周真的还活着？想到这，我找到昨天给我做笔录的警察的电话，给他打了过去。是的，你的彭法没事，我们在天亮之后找到的他，他身上没有伤，只是被吓晕了，还被吓的话都不会说了。我们的人送他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大夫说他除了惊吓过度没有什么大碍，不需要住院，我们就又把他送回家了。周周竟然连伤都没有受，还回家了。我打开手机，看着我和周周聊天界面上的那几条语音，眉头越皱越深。要是他没有受伤，他为什么会给这么跟我说话？更何况我当时是看着他被黑熊咬着脚脖子拖走的。我忍不住跟女警说出心中的疑虑，她很快给了我一个合理的回复。你朋友穿了长裤，而且他本人说他穿的裤子比较厚，所以才没被黑熊的牙齿刮伤。至于为什么放了他，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不过人没事就是最好的结果。是的，人没事就是最好的结果。不管怎样，周周能活着就太好了。我想给周周打电话，可想着刚刚女警说她因为惊吓过度失声了，就改给她发了消息。可消息发过去，迟迟没人回，我放心不下。等手上输的液体输的差不多，就找医生办了手续，准备去找她。去的路上，我接到周周男朋友的电话。念念，你怎么样了？我没事。你现在是和周周在一起吗？他怎么样了？应该还好，刚刚他给我发消息了，让我过去陪他。我这会已经到他楼下了，这就去找他。好，我等会儿也就到了，我们等会儿见。知道有人陪周周，我也不急了。等到了周周楼下，我又去附近的超市给周周买了个果篮。知道他喜欢吃榴莲，我特意挑了2个放在果篮里，打算用美食抚慰周周受伤的心灵。果篮准备好，我又在楼下的餐馆打包了一份最周周爱吃的小龙虾，我才往周周家走去。可到了周周家，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开，听屋子里似乎也没有声音。我心中疑惑，刚刚周周男朋友顾晨不是已经到了吗？怎么家里好像没人呢？我忍不住给顾晨打去电话，下一秒顾晨的手机铃声就从屋子里传了出来。顾晨在里面，那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呢？我正迟疑着，忽然里面传来脚步声，嘎吱，下一秒周周的半张脸就隔着门缝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顿时松了一口气。周周，
你怎么不给我开门？你知不知道我要担心死你了？我伸出手想给周周一个拥抱，却见他嫌弃地看了一眼果篮，然后躲开了我。见我诧异地看向他，周周笑道：这什么水果？太臭了，我不喜欢。臭，果篮里唯一会发出臭味的就是榴莲，可这不是他以前最喜欢的水果吗？他怎么会觉得臭？不过现在这不是我关注的重点，而是周周竟然可以说话了。我惊喜地道：周周，你的声音好了啊。周周又是一笑：是啊，刚刚好的，吃了点东西就有好多了。说到这，周周还意犹未尽地撇了一下唇。看到他这好多了，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那就好。你知不知道我昨天晚上看到你被那只熊拖走，差点没吓死。我看你消失在我的面前，陪你死的心都有了。还好你还在。周周对着我吞了一口唾沫。是啊，还好我还在。我把果篮放下，又把小龙虾打开，来吃点小龙虾，庆祝我们大难不死。可面对我的热情，周周却有点冷淡。他嫌弃地看了一眼小龙虾，这东西没有2两肉，包起来又麻烦，有什么好吃的？我心中怪异极了。周周往常不是最喜欢小龙虾了吗？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体验剥小龙虾的乐趣，他现在怎么会这么说呢？气氛一时陷入了尴尬。我看着桌上顾晨的手机，干巴巴地道：顾晨呢？你不喜欢包，那就让他来给我们服务，他以前可是说过要给你包一辈子小龙虾的。周周淡淡一笑：他出去了。我又是一顿出去了。什么时候？我刚刚上来都没碰见他啊。周周唇角的笑意越来越大，可能是不凑巧吧。我点点头，不置可否，应该是刚好错过了。可与此同时，我听到一道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饲养员，你当然碰不见他了，因为他刚刚已经被我吃了，要不我怎么能这么快就能说话呢？是那只熊的心声。我猛地抬起头，只看见周周笑意盈盈的脸。是我幻听了吗？对，肯定是幻听。园长都说熊已经死了，他亲手安乐死的，我怎么又会听到他的声音呢？这不可能。因为紧张，我拿起桌上的杯子不住地喝水，不一会儿，一杯水就被我喝光了。见我杯子里没了水，周周接过我的杯子道：我去帮你倒一杯新的。我感激地朝周周笑道：好。厨房里传来水声，有一段时间没来周周这里了。我忍不住打量他的屋子，却看见他卫生间的门没关严，露出了一截什么东西。我定睛一看，赫然是一只成人的脚。脑子里嗡的一声，是顾晨。可是要是他的话，为什么会躲在卫生间里？周周不是说他出门了吗？他为什么要骗我？我的全身唰的一下出了一身冷汗。刚刚我听到的会不会根本不是幻听？那只熊还在，而且就在这里。但是园长为什么要骗我？叮铃铃，手机铃声突兀的响起，惊得我差点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接起后，发现是园长的电话。小林，搞错了，都搞错了。刚刚园区的监控恢复，我们这才发现昨天晚上一共逃出去了2只熊，刚刚安乐死的是其中1只，还有1只刚刚警察也发现了。但是奇怪的是，地上只发现了它的皮毛，里面的熊身不知道去哪了。97滴，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流在了地上。我想我知道熊身去哪了，它变成人了。小时候孤儿院的院长妈妈跟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吃过人肉的熊就会开灵智了，吃的越多它越聪明，直到最后它会剥掉自己的皮，然后变成被它吃掉的最后一个人。而周周就是被它吃掉的最后一个人。小林，你还在听我说话吗？我刚想跟园长说让他帮我报警，却发现厨房的水声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我猛地看向厨房，就看到厨房早就空无一人。我站起身，在屋子里也没有看到周周的身影。凉意爬山几倍，我一边朝着门口跑去，一边把周周的地址告诉园长，让他帮我报警。可刚到门口，我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轻笑：你不是恨不得跟你的好朋友一起死吗？现在怎么要一个人跑？我猛地转过身，却发现身后并没有人。呵呵，
我不在你身后哦。饲养员真可爱，我现在终于可以咬断你的脖子了。巨大的黑影朝我压过来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刚刚竟然趴在天花板上。我一个侧身滚在地上，然后抓起桌上的果篮就朝着周周摔去。周周灵巧地躲掉我的攻击，然后一把抓住我，就朝着我的咽喉处咬来。我趁机把刚刚从果篮里拿来的水果刀就朝着肚子刺去。周周发出尖锐的惨叫，他红了眼睛，一把抓住刚刚打碎在地上的半个水晶杯，就朝着我的胳膊刺过来。咔嚓一声，水晶杯尖锐的棱角就刺进了我的胳膊，鲜血淋漓，红色的血液流在地上。周周吸了2下鼻子，更加兴奋了。我看着周周这张因为激动而变形的脸，忍着胳膊的剧痛，又刺向了他的脖子。这次他有了防备，我的攻击再次落空，可以为我争取到了逃跑的时间。我连滚带爬地冲到顾晨所在的卫生间里，然后反锁上了门。周周迟了一步，被我关在了外面。哐哐哐，厕所门玻璃是钢化的。周周试了几下没有打破，真烦人。人类的力量就是没有熊大。不过我可以用武器。然后我就听到周周去厨房拿了一把斧头过来，砰砰砰，玻璃门上的裂缝越来越大。我绝望地打量着四周，知道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这个卫生间是密闭的，没法逃出去，而卫生间里的东西实在算不上多。我该怎么办？我打量着躺在地上的顾晨，想到他抽烟的习惯，我从他的兜里找出了打火机，然后我的视线又看向卫生间角落的杀虫剂。砰！随着最后一声巨响，玻璃门应声而碎。周周朝着我咧嘴一笑，饲养员，抓到你喽。然后他张着一口白牙就朝着我冲了过来。我趁机点燃打火机，然后按下杀虫剂。在周周碰到我的瞬间，杀虫剂在我面前点燃爆炸，他的半张脸被烧着，痛得大叫。我趁机跑出卫生间，然后扭开大门的锁，朝着楼下跑去。周周举着斧头紧紧跟在我身后。饲养员，别跑了，让我乖乖吃掉吧，吃掉你我就更聪明了，你也能去陪你的朋友了，不好吗？啊！斧头砍到了我的背上，我痛得惨叫。我转过身，就看到周周举着斧子狞笑着朝我走来。不乖的饲养员就该被吃掉，这次大概是真的要被吃掉了。我绝望地闭上眼睛。还好，幸运的是，比斧头先落下来的是及时赶到的警察。周周被当场击毙。从周周屋子里，警察发现了顾晨。幸运的是，他虽然被啃的半条腿上都没了肉，人却还没死，不过因为惊吓过度失忆了。后来警察问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到自己这2天诡异的经历和那能听到动物心声的奇怪能力，最终决定还是把这些事情隐瞒了下来。我不是很清楚，我周周家看他，无意发现了顾晨躺在卫生间里，然后他就想杀了我。好的，女士，我们知道了。楼道里的监控表明我确实没有说谎，这件事最后被定为情杀。就此，那只熊的声音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不过我还是被吓出了阴影。我辞掉了动物园的工作，又换了一个城市去生活。我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平平淡淡下去，可有一天，我在商场逛街的时候，竟然碰到了许久不见的顾晨。他似乎是找回了记忆，看到我就咧开了大大的笑脸。只是下一秒，我就听到了他身上传来一道让我头皮发麻的声音：饲养员，我终于找到你了，这次我一定要咬断你的脖子。